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还有几天就快到元宵节了，咱们中国人在元宵节都有吃汤圆的习俗，但是很多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不是破皮就是露馅的情况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小技巧，这样煮的汤圆不破皮也不会露馅，吃起来软糯香甜又 Q 弹，非常的好吃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汤圆，我今天准备的是芝麻馅的汤圆。汤圆很难买到现做的，因为它不容易保存，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一般买的是速冻的汤圆。我们先把汤圆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的材料，准备适量的甜酒，也就是醪糟，它的酒精度是很低很低的，几乎说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们准备大半碗就可以了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紧接着再准备少许的红枣，我们将红枣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把它改刀一下，把红枣改刀切成小片，把里面的红枣核给它切下来去掉不要。我们将红枣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枸杞，把它放在碗里面，先用清水给它浸泡起来。浸泡起来后先放开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清水，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将水淀粉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。锅中烧水，等到水完全烧开以后，紧接着把汤圆给它直接的放进锅中。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煮汤圆的时候不能冷水放进锅中，如果冷水直接下锅煮的话，那么汤圆上面的淀粉就会化开，到时候煮出来就会变成面片汤了。所以煮汤圆的时候一定要开水下锅煮，汤圆下锅以后再用锅铲或者是勺子给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因为这时候的汤圆它是沉底的，这样可以防止汤圆粘锅糊底。另外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一定要开全程中火去煮，让汤圆由里到外的慢慢的成熟。我们将汤圆重新煮开以后，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等到汤水煮开以后，我们需要往锅里面添加半碗清水，这一步也叫做点水。点水我们主要可以起到3个作用。第一，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，这样可以防止因为水的沸腾而导致汤圆翻滚而破裂。第二，我们煮出来的汤圆也会更加的清爽又 Q 弹。第三，添加少许的冷水，让温度骤然下降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促进热量进入到汤圆馅里面。我们等到汤水再次的煮开以后，接着我们再把甜酒，也就是醪糟添加到里面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半块的黄片糖，然后再继续的开中火给它煮一下，把里面的黄糖彻底的煮化。把糖煮化以后，紧接着我们再把红枣片添加进来，然后再次的给它小煮一会，大概是半分钟左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水淀粉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用锅铲给它迅速的推开推散，让水淀粉均匀的化开。将水淀粉轻轻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下来再次的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水淀粉。水淀粉我们最好是分开2次来下，这样更加的均匀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水淀粉不需要下的太多，避免汤汁过于浓稠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我们再往里面撒上少许泡好的枸杞，然后再轻轻的用锅铲给它搅拌均匀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的酒酿汤圆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
这样做出来的汤圆一个个圆滚滚、白胖胖、滑溜溜的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后关火，准备个大碗，把汤圆舀出来装在大碗里面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就这样，这道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的酒酿汤圆就已经做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汤圆，一个个都是圆滚滚的、圆溜溜的，不破皮也不露馅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 Q 弹有劲，一点都不会发黏。我们这样做出来的汤圆，它的汤汁添加了醪糟，还有些许的松粉水，喝起来酸酸的、甜甜的，也非常的好喝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个酒酿汤圆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